欢迎订阅时事快线。我们每日提供最新资讯，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为您呈现全球重要资讯。每天10分钟，了解天下事。下边是详细内容。1. 波兰外交部长警告，如果普京飞往匈牙利途中飞越波兰领空，波兰将逮捕他。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波兰外交部长西科尔斯基10月21日公开警告，无法保证普京总统的专机飞越波兰领空的安全。他表示，波兰法院可能会要求政府强制普京的飞机降落，并将其移交给海牙国际刑事法院。这一表态源于特朗普与普京计划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峰会，而从莫斯科飞往布达佩斯，普京的专机几乎不可避免要经过波兰领空。国际刑事法院早在2023年就对普京发出逮捕令。波兰作为罗马规约缔约国，理论上有义务执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匈牙利已于今年4月启动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程序，并明确表示将确保普京安全入境。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回应称，波兰的威胁相当于准备实施恐怖活动。这种公开威胁一国元首专机安全的做法，会对国际外交准则造成什么破坏？外交专家指出，如果波兰真的采取行动，将开创极其危险的先例，让国际航空安全和外交豁免权遭受严重打击。未来各国领导人的出访都可能面临类似威胁。2. 朝鲜发射弹道导弹，为韩国新总统就任以来首次。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0月22日表示，朝鲜当天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型号不明的弹道导弹，这是韩国新总统李在明今年6月就任后，朝鲜首次进行导弹发射，距离上一次发射已有167天。韩国军方正在分析导弹类型和飞行距离等参数。李在明在竞选期间曾主张采取较为温和的对朝政策，与前任总统尹锡悦的强硬路线形成鲜明对比。尹锡悦执政期间，韩国不断加强美韩军事同盟，美国战略武器频繁造访韩国，两国同盟基础正从常规武器升级为核武器，而朝鲜则持续推进武器现代化，今年1月还成功试射新型中远程高超声速导弹。此次发射正值半岛局势微妙转折期，朝鲜似乎在试探新政府的反应底线。朝鲜在新总统就任后首次试射导弹，传递了什么信号？军事分析人士认为，这既是对韩国新政府政策方向的试探，也在提醒各方，朝鲜的核导能力持续提升，半岛无核化谈判的难度只会越来越大。3. 英国驱逐舰在北海和英吉利海峡跟踪俄罗斯军舰。据瑞典每日新闻报报道，英国皇家海军10月22日完成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驻扎在普茨茅斯的邓肯号驱逐舰在北约盟军海事司令部的直接指挥下，对俄罗斯库拉科夫海军上将号驱逐舰进行了长达48小时的跟踪监视。这是英国军舰首次在本国水域内接受北约直接指挥执行此类任务，标志着北欧安全防务进入新阶段。邓肯号使用先进传感器系统在北海截获目标，随后全程监控其向西穿越英吉利海峡，直至抵达法国乌桑特岛附近海域。行动中还出动了来自815海军航空中队的野猫直升机提供空中支援，荷兰空军 NH-90 直升机和法国海军也参与了联合监视。冷战结束后，英俄曾在2012年有过友好互访，当时这艘俄舰还在普茨茅斯对公众开放。如今形势急转直下，北约对俄罗斯舰队的监控已成常态化操作。北约首次在英国水域直接指挥作战行动，释放了什么战略信号？海军专家分析，这表明北约正在强化集体防御机制。面对俄罗斯日益频繁的军事活动，盟国之间的指挥链条和协同作战能力正在实战中不断磨合。欧洲安全格局正朝着更紧密的军事一体化方向发展。4. 三星 Galaxy XR 耳机可运行几乎所有 Android 的应用程序。据科技媒体 Engadget 报道，三星于10月21日正式发布首款混合现实头显 Galaxy XR， 售价$1799。这款由三星、谷歌和高通联手打造的产品，最大亮点是能直接运行几乎所有现有 Android 的应用，无需开发者额外适配。谷歌发言人明确表示，几乎所有 Android 的应用都将自动兼容。
这与苹果 Vision Pro 形成鲜明对比，苹果允许开发者选择退出，导致数千款应用至今无法使用。Galaxy XR 配备双块微型 OLED 显示屏，总分辨率达2700万像素，搭载骁龙 XR2 Plus Gen 2芯片和16GB 内存，支持手势、眼动追踪和语音控制，还深度集成了 Gemini 人工智能助手。三星将价格定在苹果一半，显然要用开放生态和价格优势抢占市场。安卓生态的开放优势能否帮助三星在 XR 领域反超苹果？科技分析师认为，三星凭借庞大的安卓应用生态和亲民价格，确实有机会快速积累用户，但能否威胁苹果？关键看内容质量和用户体验能否达到 Vision Pro 水准。5. 亚马逊计划实现 75% 的业务自动化，可能取代超过50万个工作岗位。据纽约时报独家报道，亚马逊内部文件显示，公司计划到2033年实现 75% 运营流程自动化，未来10年可能避免雇佣超过60万美国工人。文件透露，到2027年就能减少约16万岗位，每件商品仓储配送成本节约30美分，3年累计节省126亿美元。路易斯安那州新仓库已经展示这一愿景，1000台机器人让去年员工需求减少1/4，明年预计减半。作为美国第2大雇主，亚马逊美国员工近120万人，但现在却一意孤行推进无人化。更令人不安的是，内部文件建议避免使用自动化等敏感词，改用先进技术淡化公众担忧。诺奖得主阿塞莫格鲁警告，美国最大雇主之一将从就业创造者变成就业毁灭者。这种大规模用机器替代人工，会对美国劳动力市场造成什么连锁冲击？经济学家指出，一旦亚马逊证明这种模式有利可图，其他企业必然跟进，可能引发蓝领岗位大规模消失，加剧贫富分化。政府必须尽早制定应对政策。6. 人工智能领袖呼吁暂停超级智能研究。据对话网报道，未来生命研究所10月22日发布公开信，呼吁全球禁止超级智能研究，直到科学界达成安全共识。这封信获得超过850位各界人士签名，包括 AI 教父本吉奥和辛顿、苹果联合创始人沃兹尼亚克、维珍创始人布兰森、英国哈里王子夫妇，甚至特朗普盟友班农。与2023年那封只要求暂停6个月不同，这次是明确要求全面禁止。超级智能是指在所有认知任务上超越全人类的 AI 系统。配套民调显示，73%美国成年人希望强力监管先进 AI，64% 认为应立即暂停开发，仅5%支持当前不受监管的快速发展。本吉奥警告，前沿 AI 系统可能几年内在多数认知任务上超越人类。我们必须科学确定如何设计根本无法伤害人类的 AI。讽刺的是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特曼曾警告，超人类机器智能可能是人类最大威胁，但他本人并未签署这封信。当连 AI 领军人物都在警告危险，为何科技巨头还在疯狂竞逐超级智能？技术伦理专家分析，在中美科技竞赛和资本逐利驱动下，各大公司陷入囚徒困境，谁先停下谁就落后。这种失控竞赛可能将人类推向无法挽回的境地，迫切需要国际强制性监管框架。7. 联合国网络犯罪条约在河内签署，引发权力与监控争论。据现代外交网报道，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10月25至26日在越南河内正式开放签署，这是联合国20年来首个国际刑事司法条约，旨在加强各国合作，打击网络钓鱼、勒索软件和在线人口贩运等犯罪。然而，该条约引发巨大争议。Meta 和微软等科技巨头组成的网络安全技术联盟直接将其称为监控条约，警告它可能方便各国政府交换个人数据，让犯罪活动变得更容易而非更难。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谈判期间就曾警告，定义过于宽泛的网络犯罪法律常被用来限制言论自由。数字权利组织 Access Now 更担心，该条约可能被用来引渡政治意见者。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选择越南作为签署的本身就传递出矛盾信号，这个国家因限制网络自由和监禁批评者而屡遭国际批评。欧盟和加拿大已表示将签署，
美国国务院却拒绝透露是否派代表出席。当打击网络犯罪的国际公约被质疑成监控工具，这会对全球数字人权保护带来什么影响？数字安全专家警告，一旦条约生效，威权政府可能利用模糊条款打压意见人士，合法的网络安全研究也可能被定罪，全球数字空间的自由度将面临严重倒退。8. 全球气候行动未能实现2030年目标。据世界资源研究所报道，2025年气候行动状况报告10月22日发布，评估结果令人震惊，全球在限制升温1.5摄氏度方面进展严重停滞，45项气候行动指标无一达到2030年目标进度。虽然多数指标朝正确方向发展，但速度远远不够，其中29项严重偏离轨道，需要至少加速4倍才能实现目标，6项偏离轨道，进展速度不够快，5项甚至朝错误方向发展，还有5项因数据不足无法评估。曾被视为成功典范的领域，也在失速电动汽车2024年占全球销量 22% 创纪录，但在欧美市场增长已放缓，现被重新归类为偏离轨道。报告指出，到2030年，全球必须以10倍速度淘汰煤炭，相当于每年关闭360座燃煤电厂，以9倍速度减少森林砍伐。目前每分钟相当于永久失去22个足球场面积的森林，以5倍速度扩建快速公交网络。更糟糕的是，公共资金仍在支持化石燃料，而私人气候融资虽在2023年达到约1.2万亿欧元，仍远远不够。巴黎协定签署10年后全面不及格，人类还有机会挽回吗？气候专家指出，每拖延1年，差距就会扩大，攀登就会更陡峭。现在已没有犹豫或折中措施的余地，必须立即在所有部门实现前所未有的转型加速，否则将把社区、经济和生态系统暴露在不可接受的风险之下。9. 阿登布鲁克医院率先利用声波进行非侵入性肝癌治疗。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剑桥阿登布鲁克医院10月成为欧洲首家在临床试验外提供组织解构疗法的医疗机构。80岁患者罗杰·杰克逊成为首位接受该疗法的 NHS 患者。这项革命性技术利用聚焦超声波在肿瘤组织中产生微小气泡云，气泡在微秒内形成并破裂，产生机械力，直接摧毁癌细胞。整个过程无需手术、放疗或化疗，治疗仅需30分钟，通常无痛或轻微疼痛，患者次日就能出院。主刀医生蒂克·中西介绍，该技术能精准打击肿瘤，同时保护周围健康组织。更令人兴奋的是，声波击碎肿瘤后可能激活患者免疫系统，自行清除残余癌组织。这套由美国 Histosonics 公司开发的爱迪生组织解构系统，得益于李嘉诚基金会的慷慨捐赠，已在全球治疗超过2000名患者。英国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表示，这标志着新一代癌症治疗的开始。我们正在点燃技术革命的导火索，这种用声波震碎癌症的黑科技会彻底改变癌症治疗格局吗？肿瘤学专家认为，如果大规模应用得到验证，这将大幅降低治疗副作用和住院时间，解放外科医生资源，让更多患者获得快速安全的治疗，开启癌症治疗的无创时代。10. 受进口增长推动，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据路透社报道，德国统计局初步数据显示，2025年前8个月，中国重新超越美国，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德中贸易额达1634亿欧元，略高于德美之间的1628亿欧元。这一格局逆转主要源于2个因素：美国重启关税政策导致德国对美出口大幅下滑，前8个月同比下降 7.4%， 至996亿欧元。8月单月更是暴跌 23.5%。与此同时，德国从中国的进口大幅增长。德国外贸协会主席杨杜拉直言，毫无疑问，美国的关税和贸易政策是导致销售额下降的重要原因。美国对汽车、机械和化学品等德国传统出口商品需求已明显下降。荷兰国际集团全球宏观主管布雷斯基指出，鉴于持续的关税威胁和欧元走强，德国对美出口短期内不太可能反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2024年初，美国刚刚取代中国成为德国第1大贸易伙伴，
这是自2016年以来中国首次失去该地位。如今仅仅8个月，格局再次反转。美国关税政策如何重塑全球贸易版图？经济学家分析，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政策正在推动德国等传统盟友转向中国市场，这不仅削弱美国在欧洲的经济影响力，更可能加速全球供应链的重组和多极化趋势。11. 绿藻利用红膜色素作为天然的遮阳屏障。据科学日报报道，大阪都立大学研究团队10月22日在细胞报告物理科学发表突破性研究，揭示海洋绿藻如何利用特殊色素虹吸素在强光下保护自己。当叶绿素吸收过多阳光时，会进入危险的三重态，产生破坏细胞的活性氧分子。研究人员用电子顺磁共振技术对比菠菜和破碎刚毛藻，发现菠菜中仍残留有害的叶绿素三重态信号，而破碎刚毛藻中这些信号完全消失。主导研究的藤井绿子副教授解释，类胡萝卜素通过三重态能量转移快速消散多余能量。团队结合量子化学模拟确认，位于光捕获复合体关键位点的虹吸素正是这个防御机制的核心。这种海洋绿藻不仅进化出能吸收水下蓝绿光的特殊色素，还发展出抵御强光损伤的卓越能力。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共同作者阿戈斯蒂尼表示，绿藻的天线结构具有出色的光保护功能。这项发现对未来太阳能技术开发有什么启示？研究人员指出，通过模仿自然界这种内置保护系统，可以设计出能自我保护免受光损伤的仿生太阳能技术，从而开发出更耐用高效的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并优化人工光合作用系统。12. 最高法院将听取有关特朗普全球关税和总统权力的辩论。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最高法院定于11月5日就特朗普关税案举行口头辩论，这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贸易权利案件之一。此前，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8月29日以7-4裁定，特朗普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实施的大规模全球关税政策非法，认为该法并未明确赋予总统加征关税权利。若最高法院维持原判，美国财政部将不得不退还约一半已征收关税，金额高达数千亿美元。特朗普10月15日表示可能亲自到场观看辩论，称这是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案件之一，如果输了，我们将陷入金融混乱。听证会临近之际，特朗普政府正悄悄放松关税政策，以豁免黄金、LED 灯及部分矿物等数十种商品，还预告未来可能对农产品、飞机零部件等数百种商品实施豁免。业内人士认为，这些举动表明政府正在为可能的败诉做准备，担心一旦输掉官司，其整个保护主义贸易议程将彻底崩塌。这场关税权力之争会如何重塑美国总统的贸易决策权限？宪法学者指出，如果最高法院限制总统单方面征收关税的权利，将迫使未来的贸易政策必须获得国会批准，这将从根本上改变美国长达数十年的贸易决策机制，使保护主义政策更难实施。13. 百度在瑞士启动无人驾驶出租车试验。据欧洲新闻网报道，中国科技巨头百度5月14日宣布，计划于2025年底在瑞士启动 Apollo Go 自动驾驶出租车测试，这是百度无人驾驶服务首次进军欧洲。百度正与瑞士邮政旗下 Post Auto 公司洽谈合作，计划未来几个月内成立本地实体，同时还计划在土耳其推出类似服务。在国内，百度已在武汉等多个城市运营萝卜快跑服务。今年5月还发布售价仅20万元的第6代无人车 Apollo RT6， 大幅降低自动驾驶成本。截至2025年5月，百度 Apollo 自动驾驶测试总里程超7亿公里，获得测试牌照近1500张，自动驾驶专利足超5000项，高级别自动驾驶专利足数全球第一。这一海外扩张正值中国自动驾驶市场竞争白热化之际，百度选择在欧洲开展无人驾驶测试，会面临哪些挑战？行业分析师指出，欧洲在数据隐私、技术标准和监管要求上都远比中国严格，百度需要适应完全不同的法律环境和道路条件，同时还要应对当地公众对中国科技公司的信任问题。14. 泽连斯基建议以当前前线为俄乌和谈基础。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21日表示，已与伙伴国达成一致，准备结束俄乌冲突。他透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双方同意尝试以当前前线为基础进行谈判。泽连斯基在 NBC 采访中说，我们需要从士兵所在的地方，从接触线开始，这标志着乌克兰立场重大转变。此前他坚称不做领土让步，但他同时强调不接受俄方要求乌军全面撤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停战条件。特朗普10月17日在白宫强烈建议俄乌以当前战线立即停火，双方各自宣称胜利。特朗普还计划在布达佩斯与普京会面，泽连斯基表示如受邀将加入。彭博社评论，布达佩斯峰会可能成为乌克兰自战争开始以来最危险时刻之一。泽连斯基同意以当前前线为谈判基础，意味着乌克兰将永久失去部分领土吗？国际关系专家认为，在美国施压和战场不利的双重压力下，泽连斯基被迫接受现实，但即使停火也可能只是暂时性的，领土归属将成为长期争议。15，最高法院裁定博索纳罗领导犯罪组织阻止卢拉就职。据环球日报报道，巴西联邦最高法院9月11日以4票对1裁定，前总统博索纳罗策划政变罪成立，获刑27年零3个月，成为巴西首位因策划政变被定罪的前总统。检方指控博索纳罗在2022年败选后，与高级幕僚组成犯罪组织，策划政变，企图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掌权，推动军事干预，推翻选举结果。卡门路西亚法官表示，有充分证据显示其行为旨在侵蚀民主。2023年1月8日，部分支持者冲击国会、总统府和最高法院。博索纳罗目前居家监禁，否认所有指控，称遭政治迫害。更具戏剧性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巴西停止调查，称其遭政治迫害，并对巴西产品加征40%关税。卢拉政府强硬回击，称司法程序不容干涉。巴西前总统被判27年重刑，会对拉美民主进程产生什么影响？政治学者认为，判决向所有试图暴力推翻民主选举的政治人物发出强烈信号，但也可能激化左右翼对立。博索纳罗支持者可能将其塑造成政治烈士。16，世卫组织警告加沙将面临长期健康危机。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0月22日警告，加沙正经历一场将持续几代人的健康灾难。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加沙地带急需大幅增加援助来解决人口的复杂需求。虽然10月10日停火协议生效后，以色列允许更多医疗物资进入，但谭德赛指出，援助水平远低于重建医疗系统所需。世卫组织数据显示，除6.8万人死亡外，近17万人受伤，其中至少1/4有可能改变一生的伤害，包括截肢、烧伤、脊髓和脑部创伤。加沙曾有约1300名理疗师和400名职业治疗师，但许多人流离失所，至少42人死亡。目前36家医院中只有14家部分运作，不到1/3的康复服务在运行。谭德赛强调，如果把饥荒和猖獗的心理健康问题结合起来，这场危机将影响几代人。联合国估计重建加沙需700亿美元，其中10%用于医疗系统。他呼吁每天需600辆援助卡车，但目前平均只有200至300辆。这场持续2年的冲突会给加沙人民留下怎样难以愈合的创伤？公共卫生专家指出，除了身体伤残，整整一代儿童正在营养不良、创伤和失去教育的环境中成长。心理健康问题将长期困扰幸存者，即使战争结束，康复之路也将极其漫长和艰难。17，伊朗批准联合国反恐条约，寻求解除制裁。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伊朗10月23日批准加入联合国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希望借此获得全球银行准入，缓解贸易限制并减轻受制裁经济的压力。伊朗总统佩泽希奇扬去年当选时承诺缓和与西方关系并解除制裁，其政府正努力使伊朗符合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要求。该组织负责监督洗钱和恐怖融资。伊朗议员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不加入该组织已在与关键盟友俄罗斯和中国的贸易中制造困难。
德黑兰的改革派和温和派认为，遵守该标准是重新接入国际银行系统和稳定经济的关键步骤。然而讽刺的是，伊朗多年来一直为巴勒斯坦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和也门胡塞武装提供支持，这些组织均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被列入名单。目前尚不清楚，如果伊朗被从该组织黑名单中移除，会产生什么即时经济影响。伊朗加入反恐融资条约，能否真正改善与西方的关系？国际关系分析师认为，这只是伊朗缓和外交的象征性姿态。在其继续支持地区武装组织和计划争议未解的情况下，西方国家不太可能大幅放松制裁，实质性经济改善仍遥遥无期。18. 人工智能的双重作用，消耗能源和节约能源。据美联社报道，人工智能虽然消耗大量水电，但科学家正探索 AI 如何帮助人们更高效用能和减少污染。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去年 AI 数据中心占全球电力消耗约 1.5%， 预计到2030年将翻倍，这可能导致燃烧更多化石燃料。但 AI 算力用于分析能源使用和污染时，也能让建筑更高效，在最佳时段为设备充电，减少油气生产污染，调度交通灯，降低车辆排放。专家表示，这些自动化可将建筑能耗降低 10% 至 30%。加州试点项目将电动车充电转移到可再生能源更充足的时段，为客户省钱。AI 还能优化家用太阳能板的电池储能。波士顿的 Gemini AI 公司利用深度学习帮助油气公司减少甲烷燃烧和排放。甲烷是导致全球变暖的强效温室气体，占今天 30% 的变暖。该公司 CEO 称，他们能监控油井和管道网络，用 AI 模拟建议调整压缩机和泵的设置，消除泄漏。AI 到底是能源危机的制造者还是解决方案？能源专家指出，关键在于如何使用 AI。如果用清洁能源驱动 AI， 并将其应用于提高全社会能效，收益将远超其自身消耗。但若继续依赖化石燃料且仅用于商业目的，将加剧气候危机。19. 以色列议会推进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适用以色列法律的法案。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以色列议会在7月以71票赞成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政府对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实施以色列主权和法律。这项决议虽然不具法律约束力，但标志着以色列在吞并道路上的危险升级。决议要求将以色列的主权、法律、司法和行政程序应用于约旦河西岸的所有犹太定居点地区。此举遭到巴勒斯坦总统府和哈马斯强烈谴责。阿拉伯国家联盟等10多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称其违反国际法。历史上，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约旦河西岸后，不断扩建定居点，如今已有超过70万定居者生活在那里。这次议会表决让以色列在国际社会显得格外孤立，一意孤行的做法引发全球担忧，这会对中东和平进程和巴以两国方案造成什么致命打击？国际法专家指出，这将彻底破坏两国方案的可行性，使巴勒斯坦建国希望更加渺茫，并可能引发新一轮地区冲突。20. 英国监管机构可能要求苹果允许在 iPhone 上推出竞争对手的应用商店。据 IT 之家报道，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在10月22日正式认定苹果在移动平台市场具有战略市场地位，这为后续强制监管奠定了法律基础。监管机构要求苹果允许第三方应用商店进入 iPhone， 并开放第三方浏览器引擎，直接冲击苹果长期依赖的 30% 应用内购佣金模式。英国应用经济贡献了全国 GDP 的 5%，支撑着40万个就业岗位。回顾历史，欧盟在2024年已迫使苹果在欧洲市场开放第三方商店，美国法院也裁定苹果必须允许外部支付链接。如今英国紧随其后，全球围剿苹果税的浪潮愈演愈烈。苹果虽强烈反对，但面对各国监管铁拳显得越发孤立，这会对全球科技巨头的商业模式产生什么深远影响？科技行业分析师认为，这将开启全球反垄断新时代，迫使苹果等平台开放生态系统，最终让消费者享受更低价格和更多选择。21. 随着欧洲支持力度加大，乌克兰获得瑞典战斗机。据央视新闻报道，
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10月初确认，瑞典将向乌克兰提供先进的鹰狮战斗机，这是继 F-16和幻影战机后，乌克兰获得的又一批西方战机。鹰狮战机性能先进，可执行制空作战、对地攻击和反舰任务，是真正的多功能空中作战平台。与此同时，瑞典还承诺在2026至2027年间提供80亿美元安全援助，显示出欧洲支持力度正在加大。这与冲突初期形成鲜明对比，当时乌克兰空军损失惨重，西方国家援助犹豫不决。如今北约正协助乌克兰重建空军，从后方拦截任务逐步走向前线作战能力。尽管乌方已损失3架 F-16，但西方战机持续到位，让战局增添新变数。这会对俄乌战场的空中力量对比和战局走向产生什么关键改变？军事专家分析，如果鹰狮战机成功投入使用，将显著提升乌克兰的防空拦截和精确打击能力，可能改变战场态势，但俄方也必然会加强针对性防御。22 YouTube 使用 AI 帮助创作者打击深度伪造。据 AMS123 报道， YouTube 在10月推出了全新的 AI 相似度检测工具，帮助创作者主动识别和管理未经授权的 AI 生成内容。这套系统利用音频匹配技术，能自动检测模仿创作者歌声的 AI 生成内容，预计每年将协助音乐出版商处理数十亿次版权索赔。与此同时， YouTube 还开发了专门检测 AI 生成真人面部的工具，为艺人、经纪公司和名人提供保护。近年来，深度伪造泛滥成灾，连 YouTube CEO 的形象都被滥用于诈骗视频。回顾平台发展史，2023年 YouTube 就要求创作者标注 AI 生成内容，如今更进一步推出主动检测机制，这与7月份 YouTube 严打 AI 垃圾内容的政策形成配套，显示平台正全力遏制 AI 滥用。这会对内容创作生态和创作者权益保护产生什么关键改变？数字版权专家认为，主动检测机制将大幅提升创作者的自我保护能力，遏制深度伪造诈骗，但也可能引发关于 AI 创作边界的新争议。23谷歌量子计算机采用新算法实现13000倍加速。据量子卫报道，谷歌量子 AI 实验室在10月发表于 Nature 的最新研究中，提出了量子回声新算法，实现了惊人的计算突破。传统超级计算机 Frontier 需要2年才能完成的计算任务，谷歌量子计算机仅用1小时就完成，速度快了13000倍。更重要的是，这个算法解决了量子计算长期存在的结果难以重复验证的问题。新晋诺奖得主，谷歌量子 AI 实验室硬件首席科学家 Michelle Deverett 参与了这项研究，超过200位来自普林斯顿、伯克利、MIT 等顶尖院校的研究者共同完成。回顾量子计算发展史，谷歌2024年底发布的 Willow 芯片曾在5分钟内完成超算虚实的25次方年的任务。如今新算法让实用化又迈进一大步。中国的祖冲之3号也在3月实现1000万亿倍算力超越，全球量子计算竞赛白热化。这会对未来科技发展和产业应用带来什么革命性变化？量子计算专家指出，可重复验证的算法突破意味着量子计算正从实验室走向实用，未来5到10年内可能在药物研发、材料科学和密码学领域引发颠覆。24美国议员提议将俄罗斯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以应对乌克兰绑架儿童事件。据法兰克福评论报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2党代表团在10月提交法案，指控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实施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法案核心指控称，俄罗斯将近2万名儿童从乌克兰绑架或驱逐到俄战区或俄罗斯本土，并在入侵期间杀害至少648名儿童，致伤2047名儿童。民主党众议员比尔基廷表示，这是对俄罗斯实施更广泛制裁的一部分。美国必须让克里姆林宫为其罪行付出沉重代价。参议院方面，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在9月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一旦被列为恐怖主义支持国，与俄罗斯做生意将后果自负。这与2022年欧洲议会已通过的类似决议相呼应，但美国版本更聚焦儿童问题。法案指出，普京政权试图通过绑架方式将乌克兰儿童俄罗斯化，
摧毁其乌克兰身份。国际刑事法院已为此对普京发出通缉令，这会对俄罗斯经济和国际地位产生什么毁灭性打击？国际关系专家认为，一旦美国正式认定，将触发严厉经济制裁，切断俄罗斯国际金融往来，迫使第三国在与俄贸易时承担巨大风险，可能加速俄罗斯经济崩溃。25. 印度提出新的 IT 规则，以标记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印度政府10月22日提出严格的人工智能内容标识新规，要求所有 AI 生成的视频必须在至少 10% 的画面或音频时长上打上明显标记。这项规定针对 OpenAI、Meta、谷歌等巨头，要求社交平台必须获取用户声明并部署技术手段验证内容真伪。印度拥有近10亿互联网用户，深度伪造视频已在选举期间引发恐慌。宝莱坞明星甚至因此起诉 YouTube 侵权。专家指出，印度这次对标欧盟和中国，制定了全球首个明确可量化的可见性标准。公众意见征集截止到11月6日，一场关于 AI 真实性的全球监管竞赛正在展开。这会对全球 AI 监管格局产生什么连锁反应？公共政策专家认为，印度作为全球第2大 AI 市场，此举将倒逼各国加速建立统一标准。未来跨国 AI 平台可能面临更加碎片化的合规压力。26. 古代 DNA 揭示早期墨西哥的肠道寄生虫。据 phys.org 科学网报道，科学家从墨西哥死亡儿童洞穴的千年干燥粪便中，首次检测到多种古代肠道寄生虫 DNA。研究团队采用最先进的 qPCR 技术，在10份公元725到920年的样本中发现了牙囊原虫和多株大肠杆菌，这些病原体此前从未在古代粪便中被发现。更令人震惊的是，挠虫在大多数样本中存在，表明洛马圣加布里埃尔人普遍遭受肠道感染和卫生条件极差的困扰，与现代样本需要超低温保存形成鲜明对比。这些病原体 DNA 在1000年后仍能被检测，打开了研究古代人类健康的新窗口，这对理解人类疾病史有何重要意义？印第安纳大学研究者指出，这项技术突破能帮助我们追溯病原体在古代的传播路径，揭示卫生条件改善如何改变人类健康轨迹。27. 人工智能模型在接触低质量文本后表现出持久的认知能力下降。据财富杂志报道，德克萨斯大学等机构10月15日发表研究，首次证实大语言模型会像人类一样患上脑退化。研究人员用推特等平台的病毒式低质量内容训练4款主流 AI 模型，结果推理准确率从 74.9% 暴跌至 57%。2. 长文本理解能力从 84.4% 崩溃到 52.3%。更可怕的是，模型出现了思维跳跃现象，开始截断推理链条，甚至在人格测试中表现出精神病态和自恋倾向的增强。研究团队将这种现象命名为大语言模型脑退化假说，警告互联网上充斥的 AI 生成内容和低质文本正在毒害下一代 AI 系统的思维，这会让人工智能陷入什么样的恶性循环？ AI 安全专家警告，如果不严格控制训练数据质量，未来 AI 可能在自己生成的垃圾内容中越陷越深，最终丧失基本推理能力和伦理判断。28. 特朗普政府考虑限制使用美国软件向中国出口。据英国卫报报道，特朗普政府10月22日正在考虑一项极端的软件出口管制方案，不仅限制美国软件本身，连全球范围内使用美国软件制造的产品都不能出口中国。从笔记本电脑到喷气发动机，几乎所有产品都可能被卡脖子，这是对中国稀土出口限制的报复性升级。特朗普早在10月10日就威胁要对中国商品加征100%关税，并封锁关键软件出口。与此同时，中国欠联合国预算 1.92 亿美元，美国欠15亿美元，财政压力下的联合国正面临破产竞赛。这一招如果实施，将彻底复制拜登政府2022年对俄罗斯的制裁模式，这会把中美贸易战推向何种不可逆转的地步。国际关系专家警告，软件管制比关税更致命，将切断中国与全球供应链的连接，但同时也会让美国科技企业损失巨额市场，最终可能演变成双输局面。
29，联合国秘书长1.5度升温限制不可避免。据奥地利蒂罗尔日报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22日在日内瓦世界气象组织发表讲话，坦言全球升温超过1.5度已经不可避免。他直言，未来几年必然经历一段超标期，温度会更高，时间或长或短。过去10年，每一年都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海洋热量打破纪录的同时，摧毁着生态系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特朗普在联合国演讲中公开嘲笑气候变化是史上最大骗局，称碳足迹是邪恶阴谋。古特雷斯呼吁各国在下月巴西气候峰会前提交大胆减排计划，但联合国气候专家组要求到2035年排放量必须比2019年减少60%。人类还有机会挽回这场气候灾难吗？气候科学家指出，如果各国领导人真正严肃对待并推动净零排放，本世纪末前仍有可能将温度拉回1.5度以下，但留给人类的窗口期正在快速关闭。30，中国和俄罗斯多次阻挠联合国人权资金拨款，并寻求停止资助联合国人权倡议。据日本时报报道，国际人权服务组织10月22日发布97页调查报告，揭露中俄两国过去5年在联合国秘密会议中反复试图削减人权办公室预算。报告指控这是武器化预算程序，其中一些极端提案包括将人权预算削减1半，或取消所有2年未填补职位。俄罗斯在公开场合是直言不讳的破坏者，而中国则在幕后悄悄运作，利用其在77国集团中的影响力，将削减人权资金包装成提高效率的主张。2024年，中俄甚至试图阻止对伊朗、朝鲜、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国的调查拨款。与此同时，联合国人权工作只获得常规预算的5%，资金短缺已导致刚果调查被推迟，这会对全球人权监督机制造成多大的破坏？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警告，即使是微小的预算削减，也意味着失去调查任务和国家办事处，全球问责机制将被严重削弱，而特朗普政府的多边主义退缩正给中俄创造更大操作空间。31，联合国法庭裁定以色列违反加沙人道主义义务。据瑞士广播电视台报道，国际法院10月22日在海牙作出咨询意见，裁定以色列作为占领国有义务与联合国机构合作，确保加沙民众获得食物、水、住所、燃料和医疗等基本生存物资。法院明确指出，占领国永远不能以安全为由全面暂停人道主义活动。以色列去年禁止联合国难民救济机构在其境内运作，声称部分员工参与了哈马斯袭击，但法院裁定以色列未能提供证据。与此同时，国际刑事法院已对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指控其将饥饿作为战争手段。尽管这项咨询意见不具法律约束力，但联合国相关条约规定该意见应被各方接受为决定性意见，这会对以色列的国际处境产生什么深远影响？国际法专家指出，虽然法院无强制执行权，但这一裁决将在政治和道德上孤立以色列，为未来的制裁和问责机制铺平道路。各国可能借此加大对以施压。32，通用汽车计划于2028年为凯迪拉克 Escalade IQ 实现无视线高速公路驾驶和人工智能集成。据快公司杂志报道，通用汽车 CEO 马利巴拉10月22日在纽约宣布，2028年将在凯迪拉克 Escalade IQ 上首次推出无视线自动驾驶系统。这意味着司机可以完全放开双手和眼睛，在车内看书、处理邮件，车辆会用青绿色灯光提示系统以激活。与特斯拉纯视觉方案不同，通用采用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和摄像头3重冗余系统，吸取了旗下无人出租车公司 Cruise 7亿英里零事故的经验。这项技术将搭载全新集中式计算平台， AI 性能提升35倍，带宽暴增1000倍。目前全美只有奔驰提供这种 Level 3自动驾驶，但仅限加州和内华达部分路段。这会让自动驾驶技术迎来什么样的变革时刻？汽车技术分析师认为，通用的激进时间表将迫使其他车企加速研发，但真正的考验在于各州法律能否跟上技术步伐，以及消费者是否敢于真正放手。33，
美国允许乌克兰在俄罗斯领土上使用西方巡航导弹。据挪威晚邮报报道，华尔街日报10月22日援引美国官员消息称，特朗普政府解除了对乌克兰使用西方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关键限制，允许基辅使用鹰制风暴之影等巡航导弹深入俄罗斯腹地。乌克兰总参谋部随即宣布成功用风暴之影击中布良斯克一座生产火箭燃料的工厂。不过特朗普本人迅速否认，称这是假新闻，声称美国与这些导弹无关。此前特朗普曾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巡航导弹，射程超过1600公里，可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对俄罗斯最大的2家石油公司俄罗斯石油和卢克石油实施制裁，这会把俄乌战争推向何种不可预测的危险境地。军事战略专家警告，远程打击能力的放开将迫使俄罗斯将更多军事资产后撤，但也可能触发普京的核威慑升级，双方都在为可能的谈判寻求筹码。34朝鲜通过加密黑客和虚假技术工作窃取数十亿美元，用于资助武器计划。据美联社报道，多边制裁监测小组10月22日发布138页调查报告，揭露朝鲜黑客通过攻击加密货币交易所和冒充身份获取远程技术工作，掠夺数十亿美元为核武研发输血。今年早些时候，朝鲜黑客从 Bybit 窃取15亿美元以太坊。FBI 将此案与朝鲜情报机构关联。更令人震惊的是，数千名朝鲜 IT 工作者用假身份渗透美国科技公司，获取内部系统权限后，将工资汇回平壤政府。有些人甚至同时拥有多份远程工作。报告指出，尽管国土面积小且孤立，朝鲜在网络攻击能力上的投资已让其与中国和俄罗斯并驾齐驱，成为全球政府、企业和个人的重大威胁。与中俄一不同，朝鲜专注用网络能力为政府筹款。这种高科技盗窃手段会对全球网络安全格局产生什么警示？网络安全专家警告，朝鲜已将黑客行为产业化，企业必须加强身份验证和内部监控，否则将成为为敌对国家武器计划买单的冤大头。35乌克兰战争升级，普京通过导弹演习展示和准备。据悉尼先驱晨报报道，普京10月22日通过视频监督俄罗斯战略核力量大规模演习，在特朗普与普京计划的峰会被搁置之际展示核肌肉。演习动用核三位一体全部力量，从普列谢茨克发射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从巴伦支海的布良斯克核潜艇发射西涅瓦弹道导弹，图 95MS 轰炸机齐射远程巡航导弹。俄罗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普京汇报，演习旨在演练授权使用核武器的程序。巧合的是，北约刚刚结束自己代号坚定中午的年度核威慑演习，涉及14个盟国70架战机。克里姆林宫称，演习测试了指挥控制系统和人员作战技能，所有目标均已完成。双方同时举行核演习会把世界推向何种危险边缘？军事战略分析师指出，虽然双方都宣称演习是常规性质，但在乌克兰战争背景下同步展示核能力，极大增加了误判和意外升级的风险。36美国和澳大利亚资助瓦鲁纳加精炼厂，以削弱中国的主导地位。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特朗普和澳总理阿尔巴尼斯10月20日在白宫签署关键矿物协议，未来6个月投资30亿美元，总项目管道价值85亿美元。五角大楼将投资在西澳大利亚建设年产100吨的先进加精炼厂，这对于美国至关重要，因为2024年美国仅消耗21吨镓，而中国控制全球 99% 的镓供应。美国进出口银行还发出22亿美元融资意向书，支持稀土和锂钴等关键矿物项目。特朗普豪言1年后我们将拥有用不完的关键矿物，但这是对中国收紧稀土出口管制的直接反击。中国控制全球 90% 以上的精炼稀土产量，这些材料是半导体、电动车和国防系统的核心原料。美澳能否真正打破中国在关键矿物领域的垄断地位？产业分析师认为，尽管协议雄心勃勃，但从采矿到精炼需要数年时间，而中国花了几十年建立这一优势，美澳要追赶可能需要10年甚至更长。37
唐纳德·特朗普就联邦调查起诉司法部，索赔2.3亿美元。据第一财经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21日在白宫证实，他正式向自己领导的司法部索赔2.3亿美元，理由是此前遭受的通俄门等多项联邦调查侵犯了他的权利。最荒诞的是，这笔赔偿的最终批准人竟然是他本人。特朗普坦言要决定给自己赔钱确实挺奇怪，但强调自己受到了很大伤害。从2017年通俄门调查到2022年机密文件案，特朗普经历了数年司法纠缠，如今重返白宫后却一意孤行地向自己的下属机构索赔，这在美国政治史上史无前例。法律专家指出，这种总统告自己的操作凸显严重的利益冲突和道德困境。这种前所未有的自我索赔会给美国司法独立性带来什么长远损害？宪法学者认为，此举可能严重破坏行政与司法的制衡机制，为未来总统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开创危险先例，损害公众对司法公正性的信任。38. 特朗普将在韩国与习近平讨论核武器问题。据乌克兰真理报援引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22日透露，他计划下周在韩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期待就核武器限制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会谈议题不仅包括恢复中国购买美国大豆等贸易问题，还将涉及核军控、乌克兰战争以及中国购买俄罗斯石油等敏感话题。他提到，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前曾提议美俄双边削减核武器，而中国可能加入这一进程。然而，中国外交部8月已明确表态，中美核力量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三边核裁军谈判既不合理也不现实。如今，特朗普在贸易战僵局下主动示好，试图把核军控作为谈判筹码。这场会晤格外引人关注，中美核军控对话能否真正启动，还是只是特朗普的一厢情愿？军控专家分析，中国坚持自卫防御和战略，不会接受不平等的三边谈判框架。特朗普此举更像是为缓和贸易紧张寻找突破口。39. 亚马逊推出智能眼镜和机器人改善物流。据日经商业报道，电商巨头亚马逊正在推出2项物流黑科技，彻底改变配送方式。一是专为快递员设计的智能眼镜，通过嵌入式小屏幕提供实时导航，让配送员不再需要手持 GPS 设备，在建筑物内外快速找到路线，每个包裹能节省宝贵的几秒钟。二是大规模部署机器人大军，截至2025年7月，亚马逊仓库已配备超过100万台机器人，数量几乎与人类员工持平，约 75% 的全球配送业务都有机器人协助。更令人震惊的是，亚马逊还在测试中国语数科技的人形机器人送快递，并用上了 DeepSeek 和阿里巴巴的 AI 模型。从电商到物流科技，亚马逊正在用技术狂飙重新定义行业标准。这场物流革命会让多少配送员面临失业危机？劳工组织担忧，随着自动化加速，传统配送岗位将大量消失。但亚马逊强调，机器人是协助而非取代人类，未来需要更多技术型物流人才。新闻日日更，世界在手中。今天的时事快线就到这里了，有想法的朋友，我们评论区聊聊，明天见。